在长达17年的回溯测试中，这个简单的均值回归交易策略实现了87%的胜率。整个过程没有使用任何指标，而是使用强力的 outside bar 这个 K 线形态作为触发信号。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一个专注于量化交易的探索者。在瞬息万变的这个交易市场中，很多朋友可能都追求那种大起大落、暴富的机会，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不追求极致的利润，甚至可能会放弃一些利润，以此换取极高的交易胜率啊。这也很容易理解啊，因为高的胜率能带来赢家效应，这是真实存在的生物现象啊。因为频繁的这种胜利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睾酮和多巴胺的分泌啊，它会让我们变得极其的自信啊，充满动力啊，执行力爆棚。基于这种现象呢，很多人倾向于使用高胜率的策略啊，而放弃数学上一些最优解的策略。毕竟如果一个策略啊，你在心理上无法执行它，老是想对抗它，那么这个策略无论数学上有多么完美啊，但是它对于你来说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好，那今天我们验证的这个策略逻辑啊，就来自于这位光头老哥啊。这个老哥的这个领子啊，真的是怪幽默的啊。他评论区还有个调侃啊，真的是让人笑发财了。好，说回来，他这个策略啊，他是已经做了相关的这个测试啊，28个品种啊，回测了17年的时间，并且也做了初步的这个 ISOS 验证啊。虽然做的比较简单嘛，但是其实已经比大多数人的操作要严谨了。我们看它的这个回测的结果这一块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很多的这个品种啊，很多这个商品它都是正期望的啊，正收益的啊，还是有点东西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花点时间去验证一下啊，把它这个策略测试一下啊，做一下这个多年的多商品的一个历史回测啊，看一下它是否真的是一个被低估的交易策略，是否真的有概率上的优势。它的这个逻辑是非常简洁有力的啊，就是完全没有使用到任何的指标啊，仅仅是依赖于K 线的形态和一个简单的价格对比的逻辑啊。那么它底层的这个逻辑是经典的这个均值回归啊，它就是试图买入短期的弱势或者卖出短期的强势啊，就是识别市场中的这个短期的转折点啊。所以大家知道的啊，很明显它这个策略不适合日元相关的品种。那么这个策略它只有2个关键条件啊，首先它是运行在日线周期上的啊，然后第一个条件是你必须当前的 K 线组合必须是一个 engulfing bar 或者是 outside bar 啊，你把它叫吞噬形态或者叫这个外包 K 线啊，都是可以的啊，不管你叫什么都可以啊，反正它是一个不逊色于pin bar 的一个 K 线形态啊。那么它的定义就是一根 K 线的这个高点啊，这个高点高于前一根 K 线的最高点，然后它的低点低于前一根 K 线的最低点啊。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当前这根 K 线的这个价格范围完全吞噬了前一根 K 线的这个价格范围啊。那么这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市场信号啊，通常就意味着当前周期啊，这个多空双方力量的这个博弈啊，产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是第一个条件啊，必须满足这个 outside bar 的这种 K 线形态啊。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一个价格对比的一个过滤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可以就把它看成一个过滤器啊。那么比如说做多的信号啊，如果你出现了这个 outside bar， 出现了这个吞噬形态，并且你的这个收盘价是过去 N 根 K 线中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收盘价啊，满足这个条件的话，你就可以在下根 K 线
开盘时买入啊。那么这里的这个 N， 原作者最初的设定是5啊，但是他做了更细致的测试之后，他认为9更合适啊。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啊，具体的话我们还是以测试的结果为准。这是做多啊。然后做空的话，其实就是与之相反啊，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 outside bar 啊，并且它的这个收盘价是过去 N 根 K 线中的这个最高的收盘价啊，则在下一根 K 线开盘时做空啊。那么这个过滤条件，它的逻辑其实就是当前你这不是前面刚出现这个吞噬形态或者外包形态吗？出现这个形态之后，通常意味着价格的剧烈波动啊，而极高的这个收盘价，针对于做多的话，就是极低的这个收盘价啊，就是意味着短期内这个购买力量啊已经达到了极致啊，此刻进场的话，赌它的一个反转啊，短期的一个反转，这是做空的啊。我们再看有没有做多的啊。做多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比如说这里做多啊，它前面是满足一个outside bar 啊，很明显这是完全包围这一根 K 线的啊，然后并且它的这个收盘价是最近1、2、3、4、5最近5根 K 线的一个最低的收盘价啊，满足这个条件之后，在下一根 K 线的开盘价，我们这个做多啊。好。进场讲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进场之后的离场啊。那么原作者这个离场的信号设计的也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具备他个人的一种风格啊。那么其实很多人做久了，尤其是写程序做久了之后啊，他都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偏好啊。那么这个偏好有时候我们自己其实都发现不了啊，但是别人的话其实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好，说回他这个出场逻辑的话，按照他一贯的惯例吧，他还是喜欢使用这种时间和盈利的结合体啊。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最小的一个持仓时间啊，就是进场之后至少拿多长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原作者最初的设定是3啊，做完更细致的测试之后，他认为是4更适合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没多大差别啊，3啊、4啊，包括5啊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那么这是持仓的一个最小时间啊。那么达到最小持仓时间之后啊，我们会在每根 K 线收盘时进行检查。啊，那么如果收盘时它处于一个盈利的状态，则在下一根 K 线开盘时，我们直接平仓出场啊。那么如果达到了最小的持仓的一个时间，或者达到时间之后仍没有产生盈利啊，则会继续持仓啊，等待下一个 K 线收盘时进行盈利的检查啊。那么我看这一个例子就是他进场之后1、2、3，那么3根满足最小的一个持仓时间之后，他判断目前这笔持仓是盈利的，那么他就是直接平仓出场啊。那么这笔空单1、2、3也是同样的3根之后出场的，这里是1、2、3也是同样的啊。然后这里像这里的话就是不一样了，你像他这里这笔空单进场之后，接连着很多根 K 线都没有达到盈利的这个条件啊，所以它就是虽然满足了3根 K， 但是一直没有平仓，直到这一根 K 线出现之后，它才判断这个收盘价对比这里的进场价是盈利的，它才会在下一根 K 线的开盘价进行平仓出场。对，这就是它的第一种出场方式啊。然后第二种就是这个 stop and reverse 啊，就是止损然后反手啊。虽然这个方式它不太常用啊，但是确实也是有出现过的，我给大家找一下啊。好，比如说这里的这笔空头啊，
你持有空头之后，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也没有达到这个盈利出场的这个目的，但是你持仓期间出现了这个做多的信号，那么 EA 就会平掉这笔空头，反手开一笔多头的仓位啊。那么反之亦然啊，就是如果你是对，这是连着的啊，如果你是做多的话，那么出现了做空的信号，你就是直接把这笔多头平掉，然后反手开一笔空单啊。当然，它这个出场逻辑的优先级是在最小持仓时间之上的啊，也就是它不受那个最小持仓时间的影响。比如这一块就是连着了这种 stop and reverse 的出场模式啊，这笔空单，然后紧接着是一笔多单的信号满足，然后开始做多。这里也是同样空单接着多。好，原策略的全部逻辑已经梳理清楚了，但是好的思想也要有铁的纪律，所以我根据这些可以确定的条件啊，写了一个多品种日线周期的 EA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部分的关键的参数啊。首先是这个交易品种这块啊，那么这是一个多品种一起运行的 EA 啊，因为它这个策略的逻辑啊，原策略这个逻辑它是运行在日线上的啊，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啊，它的这个交易频率会比较的低啊。我们看它这里这个交易笔数都能够看出来啊，是非常低的啊，所以我们这里呢就得通过同时间去交易多个品种啊，去增加它策略的一个样本量啊。如果你这里有多个品种的话，就是逗号分割啊，否则的话就是填入 C 啊，填入 C 的话就代表它会使用当前你写的这个图表的这个交易品种。大家注意啊，这个 EA 我不会像其他的 EA 一样给大家分享这个可执行文件了啊。那么这个源码的话，我只会分享给目前的这个内部学员，所以如果有观众感兴趣的话，还请你自己去写一下啊。逻辑其实不复杂啊，我们刚才已经梳理得很清晰了。那么原作者他是回测的28个外汇的货币对啊，那么很多品种都是正收益啊。当然因为我使用的这个平台和他使用的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之间这个数据精度啊，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这里呢是挑选了4个我认为还不错的啊。当然其他的应该还有8、9个品种也是正收益啊，但是我是没有放进来啊。我记得总共是13个品种吧，13个品种回测下来是正收益啊，但是其中的这4个是最适合的啊，并且它们的这个相关性也是比较低的。因为如果你的这个相关性比较高啊，比如说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我看到13个品种都是正收益，我都把它放进来，那么如果说极端一点13个品种的相关性都是1的话，那么它和你执行一个品种把仓位放大13倍啊，就是同样的效果啊，就是没有达到这个分摊风险的能力了啊，反而有一种加杠杆放大风险的这种感觉啊，那就不太适合了啊。所以我这里就只以这4个来举例啊，就已经足够了。然后是它的这个交易周期啊，这没有太多好说的啊。因为原策略它就是在这个日线上开发的啊，所以其他的周期测试下来，应该是不如这个日线的啊。然后这个魔术号啊，是这个具体的一个固定的手数啊。那么我这里的话就是使用1了啊，因为它这里这个资金配置是按照4个品种来的啊，一个 portfolio 一个投资组合来的啊。所以仓位大一些倒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大家自己使用的话要注意这个仓位啊。然后是这个回看周期和最小的一个持仓的 K 线数量啊。那么原作者最初的测试的应该是5和3吧，5和3啊，最后他测试的又是9和4啊。
你说这里面有多大的差别吗？其实也没有啊，没有多大差别啊。好，这样也讲完了，那我们直接开始回测啊。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回测一下啊。这个策略名字我就起这个叫 outside bar 啊，第一啊就是日线的意思啊，大家找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 outside bar 啊。然后我们其实这里的品种啊和这个时间级别不是很重要啊，因为我们会在这个代码里面进行使用这个自定义参数来进行控制啊，它其实主要是设置这里的这个日期啊。我们这里就选择最近的这个10年啊，其实按照今天11月来说，差不多是11年的历史数据啊。我们在这个策略它其实是运行在这个日线上的，所以我们看这里的这个模式，我们选择1分钟的这个高开低收，其实已经足够了。大家注意啊，这里我选的这个1分钟啊，它不是意味着说，你只有使用 take 价格才是准确的，使用1分钟价格就一定不准确啊。那么这是，它和你的这个策略的逻辑类型和包括你代码中处理的这种位价模式是息息相关的啊，你不可以一概而论的说哪一种就是一定是正确的，哪一种就一定是错误的啊。好，那么设定这一块的话，原作者他其实最看好的是这个 CAD， 其实最看好的是这个嘉瑞这个品种啊，但是我觉得一般啊。我这里给大家测试一下，看一下，大家看它这个嘉瑞的这个结果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是很一般的啊，包括它这个停滞期啊，包括它这个曲线的这个角度啊，我都不太喜欢啊，并且它这个单品种的话，交易笔数真的太少了，所以我这里的话还是挑选了4个，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品种啊。那么节约时间的话，我这里就不再去单独的去跑单个的品种啊，因为单个品种原作者他也测试过了啊，但是他是没有展示这个策略多品种组合后的一个结果啊，我这里就当是个补充啊。然后这里的手数的话，我使用高一点的手数啊，因为毕竟它是4个品种的一个资金总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位光头老哥最初的一个设定啊。我们这里最好还是把它放到欧美上，个人习惯啊。当然我说了，这里的品种并不太影响策略的逻辑啊，因为策略主要是在这里控制这个交易品种的。OK， 我们测试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资金曲线倒是还可以啊。我们看一下交易笔数啊，凑合561啊，毕竟是一个日线级别的啊，交易频率低的话也是很正常的啊。然后是这个胜率的话是80.2%啊，然后盈利因子1.33啊，采收率2.1啊，胜率确实是高的啊。好，那么这是这位老哥最初的一个设定啊，我们再看一下他修改之后的，我记得应该是这个配置。这个曲线来看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交易笔数的话是降低了不少啊，但是盈利因子是提升了啊，1.75啊，然后采收率的话也有所提升，2.56啊，然后胜率的话80.7啊，好像并没有变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包括看这里的这个资金曲线好像变化也不是很大嘛。
好，这是作者优化之后的结果啊，然后我再看一下我测试之后的一个结果啊，因为可能是数据不同，包括我们平台不同啊，我们测试出来这个结果有差异，倒也是很正常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好，我们来看一下交易笔数的话，和原作者优化的结果相差好像不大啊，没有差多少笔啊。胜率的话是78.8%啊，应该降低了1点几、2点几啊，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采收率是提高到了3.61啊，还是值得的啊，值得的啊。但大家注意这里啊，大家看这里这个回撤啊，因为我这里为了演示效果，所以我这里回撤会大一些啊，手数有点大了啊，但是大家这个自己观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那么这个策略它的优点，首先第一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很挑交易品种的啊，因为它这个毕竟是日线上的啊，很多这个市场的噪声是很少的啊，所以它做这类型的这个策略的话，这个策略的这个穿透性还是不错的啊。其实我这里只是列举了4个啊，然后包括这个参数敏感度这一块的话，其实有些的话，其实你可以观察到啊，它的对于参数的敏感度也是不高的啊。这个有做参数敏感性分析啊，有做这个参数高原和参数孤岛的同学应该知道这在讲什么啊。好，最后总结一下啊，这个基于日线的吞噬 K 线或者外包 K 线啊 ，outside bar 的这种高胜率的均值回归策略啊，它的逻辑简单啊，纪律严明啊，并且在长时间的回测中也展示出一定的这个优势啊和多品种的穿透性。那么感兴趣的这个观众啊，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下啊。那么内部同学可以下载到源码之后呢，根据你自己的交易习惯啊，调整这个回看周期啊，包括它这里的这个最小持仓的这个 K 线数量啊，对你的自己的品种进行回测。好，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